他们碰到了怎样的困难？各位请看。我们结婚8年了，这8年来啊，他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之所以不信任他，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对他特别有怀疑。不管别人说什么，他都会信。如果他不总怀疑我，我们也不会离婚。明明是他让我没有的家，现在想复婚，我根本不可能同意。我是真心诚意的想挽回这个家，我不明白他还在等什么呢？这是一对曾经的夫妻，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分开。今天在新年的第一天，他们拿出了自己的勇气，走上了这个舞台。他们未来的情感之路会是怎样的呢？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曾经的夫妻。来，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吴40岁，来自哈尔滨，是印刷厂老板；女嘉宾小崔31岁，同样来自哈尔滨，是一名自营店的店主。来，有请两位。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愿意。愿意。结婚多久啊？8年。什么时候离的？去年。刚才看小片的时候，女生提到了一点，说这个婚姻从开始的时候你就有了怀疑，对吧？对。这个怀疑源自于什么？他总撒谎，每天早出晚归，连家都不回。然后他朋友帮他撒谎，说他在外边陪客户吃饭，而且客户都是女的，根本就不正常。老乱听别人说，无风不起浪，没有这事儿，别人怎么可能说呢？当时的离婚是谁提的？他提的。你同意了？刚开始不同意啊，但是他经常说，后来因为日子根本就没法过了。你想复婚吗？不想。那你来干嘛？就是想解决一些事儿吧。又不想复婚，看看他的表现，又要解决事情，看他的表现啊。两位还能回忆起来是怎么认识的吗？03年那时候我不整印刷厂吗？他在警校，然后呢，我给他们那个警校印刷那个就是那个书什么东西啊。那时候慢慢就认识了，跟他们一接触啊，感觉挺好。完了，这时间一长了，就是那时候整门市，完了他正好毕业啊，完了就慢慢就接触上。哪年结的婚？06。也有一段3年的爱情长跑。结婚的时候他年龄比我大，我父母就是特别不同意，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年纪小，一意孤行，然后我俩就结婚了。资料上面他今年40，你31，应该是大9岁，对吧？是。那你们这8年的这个婚姻长跑里面有孩子吗？有。男孩女孩？男孩。今年多大？7岁。离异之后孩子归谁？归他。呦，这么恶狠狠的说归他，怎么了？他脾气不好，孩子耍小性子。因为我现在我没有能力照顾孩子，没办法，就只能让他带孩子。婚后的生活怎么样？一开始他就是对朋友特别好，然后对家里就是跟朋友不一样。能给我举个例子吗？他朋友背着我跟他借钱，说那个钱周转不过来了，他就借给他8万块钱。这都是后来我才知道的，这个钱到现在还没要回来，而且人也找不到了，我特别生气。也不能这么说，那个朋友那么多年了，我也是挺相信他的。而且我们的钱也是自己挣来的，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借他得还的。但是现在人都找不着了，钱也要不回来了。那朋友那么多年了，我帮了他一下子不。
了。周转资金那都周转了。那你是周转资金，我们得生活呀。不是，也不能说没对吧？交不上那天那是我没回来，然后我不要别人过来去交代了吗？这房子现在的贷款还清了吗？早就还清了。房子还在是吧？那肯定在。这还闹什么呢？但是他在外边陪客户吃饭回来，他喝多了就回来砸东西，什么电脑、桌子、凳子、锅碗瓢盆，所有能砸的东西他都砸。不是，你怎么喝完酒回家砸东西？怎么说呢？就是我俩吧，有时候就是我正常在外面跟客户吧，或者跟同行啊，在外面办事，他老打电话，是有时候回来晚点，他老打电话吧，你就好好说呗，他骂人。他骂谁？骂我呗。当时客户都听着了，朋友也听着了。那我为啥骂你啊？我咋不骂别人去呢？你越骂我，当时我越难受，因为你犯错了，那你天天不回家，我为啥不骂你？我1个月见不着你人影一回，为啥不骂你啊？晚上几点回家？有自己说。你还想要几回啊？不，等，听听啊。早上几点走？早上我正常是8点多钟，晚上正常是5点多钟，有时候晚了10点多钟、11点那样的。这男人很是这么回事吗？啊，你没后半夜回来过吗？你有时候你都不回家。是，那不喝多了吗？你喝多你就是理由，喝多你就可以不回家。那我要喝多我也可以不回家。你要不骂我，那因为你该骂我能喝多，我能那么难受吗？那因为你该骂，我天天在家带孩子、照顾老人，你为我着想过吗？那就晚了，或者是你在外边，咱俩回家说不行吗？当时你回家说吗？骂人呢？你回家都喝多了，你就骂我了，你有时间跟我说吗？不是，你当时要不那样的，有时候客户在那块儿时候，他自个儿上哪饭店啊，完直接进屋，完也不说话，就往那一站，凭良心说你那样对不对吧？对。你刚才说到了饭店门口不进去，他进包房里面，但是我都告诉在哪个房间啊，我都告诉我不是什么骗子在哪或在这儿啊，在那儿的。但我告诉我实话实说。那天他说他陪客户吃饭，但是他是陪他朋友去吃饭了，所以我才特别生气才去的。听我说啊，刚开始是客户完事之后，我跟客户很少喝那么多酒，他一刺激我，完我就正常跟客户完事之后，我马上就找朋友就挺闹心，回家吧也他。不是骂人。还有一次他喝多了，敲我那屋门，把我那屋门敲开了，然后他就推我，我俩就打起来了。后来他把我脸都打坏了，一下把我嘴都打出血了。你听我说啊，那不是故意的，我寻思跟他好好谈谈，就进屋了。他脾气不太好。那你就骂我咋谈呢？我进屋没骂你，你没骂我吗？你把我那屋门都踹坏了。你不开门呢，我就跟你行啊，我就跟你好好说呗。我问一下啊，喝多的原因，按你的说法是，你前妻刺激你，对啊。又骂我，完了又发短信啊！你一般喝多酒都几点回家呀？正常情况下吧，就是到晚上8点之前，我肯定到家了。你正常有几次啊？每天都打电话往回叫你。在幼儿园的时候，那不都是刚到家就被人叫出去了。我接孩子是你接送啊？对呀，但是我实在忙不过来的情况下，完了我就给他打电话。孩子是他接送吗？他接送。全职太太，孩子的接送是他接送。我帮他干设计。那你们俩等于在一起干活是吧？但是白天我也见不着他。行，这个事儿我们先放在一边啊。我再问问啊，你怀疑过他在外面跟其他的女人有不正当的关系吗？怀疑过，太误会我了。有一次一个朋友啊，他媳妇儿在我家楼下站着，我们好几个人从那唠嗑，完了楼上正好看着我在那站着，我就给他打电话了。完了之后半夜从那边坐火车回来的，我正在家呢，我正睡觉呢，他回来了，进屋之后满屋找3个屋全找遍了，我说干啥呀？你说我回来干啥呀？那别人怎么不给我打电话说这事儿呢？你就信吗？为什么你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这事儿啊？不是，那没有这事儿怎么可能给我打电话呢？咱俩就是平时在家的时候，希望跟他心平气和的谈，他不跟我心平气和，进屋就干仗骂人，进屋就干仗就骂人，这个结果你承认吗？承认。你告诉我因为啥呀？早上他走的特别早，我身体也不是特别好，有的时候我说你回来陪我去看看去吧，啊，我在外面忙着呢，你等一会儿吧，然后一等到晚上了，我也这边没有朋友。然后老人身体都特别不好，我就得自己去。然后晚上回来我还得照顾孩子，白天帮他工作。所以说我也特别累。有的时候他想跟我沟通的时候，我不想跟他沟通；我想跟他沟通的时候，他跟我沟通不了。你这次提出离婚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太忙了，总也不顾家，我就这样我接受不了。也不是这样的，就是那次干仗，就急眼了，他就回家了，他不回来了。完了之后呢，就谈起离婚。我说我不同意。知道吧？我说再说了，咱们之间也没有那么你们动手那一次是吧？对，踹烂了他的门，你把他的嘴唇打出血了。那真不是故意的，他就是脾气不好，知道吧？完了之后把这事儿全告诉我父母了，我父母那么大岁数了，你说平时我俩干仗，他也是这样的。那我父母打完仗就往，那你凭啥打我呀？我父母还没打过我呢。那我不是故意的，你那不是故意的吗？
是你打我的多还是我打你那下子多呀？我那是故意的吗？等一下啊，这个你是经常打他吗？是。你听我说啊，我俩就打完仗了，就是打嘴仗。他气急眼了，他拿东西，是吧？我是砸东西啥呢？是我不能跟女人动手吗？我真没动过手啊。就是我顶多我砸东西了，电视了，有时候那气急眼了，真的是。电视你也砸？就是拿那个烟灰缸啊，就太生气了。那我手，你看现在的手都变形。我打那个墙壁活，因为我不可能跟他动手，就我喝再多酒啊。第二天这手那样，就挺多回了。但是你打他是吧？对。你拿他拿东西，就不分什么东西，拿来擀面杖，你知道吗？就是在我头上打，我寻思让他打，咱解解气就得了呗。他打没完，你知道吧？那太疼了，一玩意儿受不了。真是，真受不了，是吗？是。承认哈？承认。太狠了啊！太狠了，他狠到什么程度？把菜刀拿出来砍你吗？就架我脖子上，就那样的。真的假的？这真事儿，这是真事儿。那你自己找的？不，你真拿菜刀架他脖子上？对呀。干嘛呀？我问他能不能过了。那他只能说能过呀。但是他都已经好几次了，他不改呀。不是不改的事儿，俩人事儿吧，应该就是。那一个巴掌拍不响。谁都有错，对。但是我的希望是你别骂人，好好说话，也别那个什么。那你不逼我，我能骂人吗？我还说一点啊，就是你妈得病，就我岳母脑梗，我感觉不对劲儿，因为我也认识那些大夫，就认识嘛，我就打电话我咨询了一下，我说这种状态，他点滴点了半个月了，他怎么还没好？这是反而有点加重。他说你赶紧到哈尔滨来，回来之后，你说我对你母亲怎么样？那人都我对你父母不好吗？在医院的时候，有病的人他会很难受，他心态肯定不好，他也会骂人。你受不了，他走，我在那待着。作为女儿，你必须得在医院得护理你妈，对吧？我拦一句，你觉得这日子还能过吗？不能。所以离婚，对吧？对。你觉得这日子还能过吗？我感觉吧，其实吧，能过，因为啥呢？能过。你真可爱。因为啥呢？我跟他辩解这东西吧，是跟他讲理啊。我明白啊。女人不讲理。平时在家的时候，我俩吵吵都是他不要我说话。所以你今天来这儿了是吧？希望老师帮你们。对，我希望有人跟他讲点这些道理。明白了。哎，你觉得你打他对吗？不对。骂他对吗？也不对。那你觉得在这个婚姻当中，你哪点就做对了？因为他比我大那么多，父母也比我父母大很多，我就觉着我照顾他们照顾的特别好，然后当时照顾孩子的时候也是照顾的特别好，虽然说有些事儿做的就是特别过分，但是还是都是为了他好，就是希望他能好好的。你觉得他最不好的是什么？喝酒最讨厌。还有呢？在外边接触客户，异性特别多，我接受不了。你是担心是吧？对。那经过你这8年多百折不挠的侦查，审讯，查出点什么蛛丝马迹了吗？没有。凭良心说。没有。只是你怀疑，但是在他的事实行为上并没有那些不轨行为是吧？好，老师们怎么办呢？看起来是锅碗瓢盆，但是生活有的时候恰恰就是这么组成的。接下来我们看看4位老师怎么帮助这一对曾经的夫妻，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觉得他们身上的发生的事儿，好像正在我和我太太身上发生着，只不过还没到那个阶段。首先，我觉得，其实挺感动的，因为这是一对真心相爱的夫妻，没有因为说某一方出轨，或者是完全的对家庭的不负责任，所以离的婚。这老哥呢，简单来说就是怕老婆，也不是怕，就是啥呢？也不是怕，对，尊重，我得尊重人点。家有悍妻，我也容忍了这么多年啊，对，家有悍妻也不至于。说实话啊，大妹子，你老公人不错，几个细节就能看出来，对朋友好。虽然碰到的朋友也有不靠谱、告密的、借钱不还的，但是他对朋友的态度，证明了他是一个不错的男人。可能交友不慎，那是朋友的事儿，对吧？第二，对老人好，孝顺。你的母亲有病的时候，他能够陪床；在老人家心情不好的时候，你都受不了的时候，他能受得了，没日没夜陪护，对吧？多少男人能做到这一点？第三，对孩子好。我做不到每天接送自己的孩子，
啊，我可以说很忙，我出差，不，都是借口。如果你有那份心，你就能坚持下来，但能做到的20%都不到。对朋友好，对父母好，对孩子负责任，还打不还手，顶多还口，这是个好老公啊。为什么对待一个不错的好老公，你还这么不满意呢？原因可能很简单，第一，你自己没有自己的真正的生活依托，在家里待着，警校毕业之后，把学的那点功夫全用自己老公身上了，你自己的生活太单调了。你在家守着，他出去忙，你又对他不放心，你自己的事儿呢？除了家里的事就没别的事儿了。反过来说，我倒不是非要在这个元旦的时候替男人说话，我觉得一个男人在外面，尤其做生意的，喝酒应酬，不得不陪着笑脸，有的时候你自己也未必想要那样，没办法，真没办法，很累。那个我能忍，还骂人我受不了，尤其还误会，太难受了。有时候喝多了是跟客户完事之后，我找朋友再喝点，那就属于喝闷酒，哭吗？喝完了以后，有时候。所以大哥，你这日子都过成这样了，你干嘛要复婚呢？不是，其实吧，没有什么大的伤害，这么东西，孩子也这么大了，他也没有什么错，我也没有什么错，但是也是心里面压抑。我觉得你挺笨的，他比你小9岁，你作为一个男人，你走南闯北的，你就能搞不定你媳妇，我觉得真的挺笨的。她是个独生女，她这个年龄都是娇生惯养惯了。你结婚之前你也知道她脾气不好，那你就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来容忍她呀。而且你要真是把她就是爱在心里，这些事情她有些事情不足以让你就气的就砸电视去。我觉得你还是有点笨，这是一个很有学问的这么个生活的这课堂，所以呢，我觉得你应该这方面应该，还得磨练。当然，我说这个女孩哈，确实是挺强势的，在婚姻当中啊，太强势了，有的时候不会有好结果。我同意马斌刚才说的，这个男人其实是个好男人。你看，你打他，他不还手，他一直没说，刚才他说了，他毕竟比我小9岁。我得让着点儿，我实在忍不住了，我砸墙去，我砸电视。人嘛，像个气球一样，总得有一个发泄渠道。你不发泄，你要把他憋死啊！所以他发泄渠道，他自己去砸墙，他能把手给砸坏，他都不把这个拳头往你身上落，而你呢，恰恰往他身上落。你拿个大擀面杖去打他脑袋，你就不怕把他给打脑震荡了？不能复合的婚姻是什么情况下分手？是在友谊的基础上，两个人分手了。这是不能复合的。如果在盛怒之下分手的，是可能复合的。你们俩符合这个，因为没有根本的利害关系。我希望啊，你们好好考虑考虑。我问一个细节哈，你们在8年当中哈，经常吵架之后，你们怎么住啊？自己住自己的。你们婚龄啊很长。但是呢，真是一点都不懂爱情，尤其在出现问题，那其实你们还要分开来住，就更没有沟通的空间了。这明摆了就是把这婚就往离了那么处啊。女孩其实蛮能理解你，因为你操持家里的，没有工作，即使有一些工作也是在帮她做，但是你完全没有自己喜欢的那件事儿。而在你做家务这些琐碎的日常当中呢，你根本找不到自己的成就感，得不到他对你的认可，所以呢，你就极度的安全感缺失。那随之而来肯定就不信任了。然后再加上有一些小人在扎针儿，对吧？就是尤其让你这种不信任扩大，你就始终是活在自己的想象当中。你觉得老公在外就是在鬼混呢，他这么早出晚归根本就不是在工作，而是自己玩乐呢。你痛恨酗酒，那只是表象。他为什么要酗酒？因为他无法跟你交流。酒作为了他发泄的一个介质，他越酗酒，越说明他心里有很多的事儿。你不是不知道，但是你处理的方式非常的简单粗暴，貌似一个悍妇，一个强者，其实内心很脆弱。你去每次去查他，你就在那天坐着火车来到家里去每个屋找的时候，你心里你怕不怕呀？怕，你怕死了，但是你还要这么去做，越怕越做，最后你们俩婚姻呢，不是他真出轨了，而是你自己把自己给吓死了。回到真实的自己吧，好吗？想得到什么，就去用正常的途径去要，而不是去逼。
你们俩之间一定是要一个沟通的空间和时间。但是呢，你也有问题，你就真没有办法去跟他解决，一定要去喝酒吗？只要他能理解我，真正的理解或者谅解，有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每个人稍微退一步，其实你们两个就顶在一起了。谁先退一步，性格挺像，对方一定会退一大步。你们俩绝对是这种性格。我俩吃软生日还在同一天，生在同一天，你们想不想死在同一天呢？这事儿是后话。后话。我觉得你们俩要拿刀架在脖子上，基本上你们就离那个同归于尽不远了。兄弟啊，这么想，自己是一个男人，要大度，心宽啊。刚才上来成功的那一对情侣，我觉得他那个男孩胖啊。当时他们有矛盾那会儿，是因为他心眼太窄。现在我看他结婚了，胖了，为什么？心宽了。我觉得他更胖了，对吧？那个衬衫都小了啊。所以多学学人家，人为什么胖啊？真是能包容。他比你小那么多，他做的一些事情是过激了，让着他，仅仅是说你打我们不是，你要做行动上的让。他希望你早回，为什么不能早回？他希望能在家看到你，时时看到你，为什么不能给他这个机会？做到这一点，其实你就成功了。不光是挣到钱了，还有家了。所以你们俩建议一句话：重新开始谈恋爱，然后再在一起，挺好。好，谢谢徐总。我呢特别赞成3位老师的话。马老师说你们2人是相爱的一对好夫妻。王老师说男人太笨，曲老师说女人太闲。一个笨男人和一个闲女人彼此相爱，组成了家庭。虽然彼此相爱，却不能彼此生活，因为女人太闲，总是胡思乱想，男人太笨，不能够加以引导，所以就铸成了今天这番模样。我以前总是说一句话，我说女人靠的是直觉和嗅觉，男人总是以为女人不知不觉，等女人伤心欲绝，男人才觉得自己后知后觉。女人从上场开始就把自己整得像个烈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男人呢就像一个俘虏，虽然人已经投降了，心还不死，还在苦苦的劝导。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生活欺骗了你们。你们本来想象的生活不是这样的，本来想象的对方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女方本来是怎么想，找了一个比我大9岁的男人，他应该给我如父如兄的爱，呵护我，理解我的孤独，纵容我的任性。但是事实上这个男人不是，他酗酒，他不懂我，他不关怀我，他丝毫不是我想象当中的那样，生活欺骗了我。而男生也是这样想，我好不容易找了一个比我小9岁的女人，本来是一娇妻吧，她应该好打发，结果发现这个女人好难搞定，她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并不是温柔的娇妻，倒是天天拿菜刀逼我的那个凶悍的母夜叉。所以说你们都认为生活欺骗了你，但是你们没有因为自己发现对方的真实的性格和真实的情况而有所改变，一直在还以原来心目当中的要求来要求对方，就是我当时想的你就应该是那样，如果你不那样你就不理解我。比如说我当时想象的就是一旦我们发生矛盾，你就低头哭泣，你就应该像一个小女人一样依靠在我肩膀，你如果不那样的话，你就是不理解我。但事实上这就是不是那样的人，他不是那样的。而你也是这样，你认为当初我想象的这个男人大我9岁，他好歹肯定比我更宽容，他就应该让着我。每当我像一个烈士一样追打他的时候，拿刀逼着他脖子当时手，他就应该温软细语的好好的引导我。如果他不是这样，他就不理解我。不可以的，他们不是你们心目当中想象的那样，她就是个凶悍的女人，她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智慧。结果你们就一直这样错误的执着的追求当初的样想要的那个想象，而忽视了对方在生活当中真正所做出的贡献。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男人他笨就笨在他不知道引导，但事儿又做了，他该干的事儿全干了。
而女人呢，没有自己的事业，其实把所有的身心都扑在了这个男人的身上，但是用力用得不到位，反而造成了这个男人的误解，所以导致到彼此看不到对方真正的付出。但是你们相爱吗？相爱。所以说，其实女人真正需要的是被理解，男人真正需要的是被认同。男人干了这么多事儿，女人还不认同我，所以每次给我打电话，我就更加喝酒。反正他都不认同我嘛，对不对？我就造成恶性循环。女人也是，我做了这么多，你也不理解我。既然你不理解我，那我又何必再去跟你好好的交流？你们之间的这样的问题，马丁说在他的生活当中发现，在我最初和我妻子的生活当中也经常出现。他经常跟我说，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不光长得老，而且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想找的那种像兄长一样的那种男人。但事实上，在接触过程当中，我发现你不成熟，你好像有些事情的处理方式还不如我老道。那我跟他说，你也不是我当初所想象的那么好搞定，我发现你真的很难搞定。比如说，我一旦要是早上晚上我不发个微信不打个电话，他就会没完没了。最初我们也有这样的时候，但是磨合的过程是极为残忍，天天吵，天天闹。但有一点问题是，我们在不断的磨合过程当中，我们的仇从来不隔夜。我跟我妻子的这个法则就是本着没皮没脸没原则，就彼此不要记仇。经过那段惨烈的争夺战之后，我们慢慢会彼此了解对方，他不是你想象的那个他。那与其如此，我就不追求当初他对我在我心目当中的模样，我就承认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我更多的去看他的优点。这样的话，日子会过得更轻松。所以我觉得你们之间，如果能够扛过这个时期，会比每一对夫妻都相爱。就会，思考一下事业和家庭的定位。大概中国男人经常被这个东西捆绑，也变成了我们能够说出口的一个理由。说起来真的惭愧，有时候也真拿这个理由糊弄老婆。想想吧，你仔细想想得和失的问题，这一生到底要什么？也许一个月少挣点钱，家里边是快乐的，这可能比什么都快乐。也许一个月钱挣得很多，发现钱挣回来了，人没了。我这段话供所有人参考吧，因为我知道中国大多数家庭的男人都奔波在自己认为正确的路上，确实我们忽视了我们原本出发的那个地方。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一起进入黄金60秒。这么多年，我也知道有些错，孩子这么大了，以后吧我也能好，也不能那样喝酒，对不起。原谅我吧。我不会说话，我只能求你原谅，好吗？大概你能感受和感触的，就叫什么叫此时无声胜有声。男生的目的非常明确，是希望能再一次的跟你走在一起，对吧？女生可能还有一些犹豫，有一些怀疑。爱情保卫战这个节目一路有观众朋友的支持，走到今天，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也有所改变。我们会为还在迷惑当中的这个嘉宾朋友提供3条进一步帮助的路径，或者叫方法，来看一下。第一种方法是求助现场观众，拿不定主意，请现场观众来投票，你听听大家的意见和声音。第二种方法，我们将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出现，这个声音可能是在你们的情感当中跟你们有所涉及的重要的证人也好，重要的亲人也好。第三，求助爱情导师，觉得还想听老师们说说，然后回到后面的门里头。当然还有第4种方式，你觉得我都够了，我想明白了，你就可以选择放弃。现在女生
请你做选择。第3种，爱情导师的帮助。来，涂老师。生活宁愿过得鸡飞狗跳，也不要貌合神离。你不要觉得你们彼此之间互相的折磨，好像一定是苦难。也许很多夫妻还没有过这样的彼此的交融，彼此的这样的争吵，这段历史可能非常的珍贵。所以我觉得，其实2个人走在一起是缘分，但能够一起走下去，就一定是幸福。复婚吧。涂老师给出的一个答案啊，是复婚吧。谢谢2位涂老师。行了，2位，请交换一下手里的箱子。好，谢谢你们，请回，请回。